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密。今天節目一開始，先歡迎來賓前資深外交官謝文基大使。思密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密好，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華幹哥。思密好，大家好。觀眾朋友，今天趕快來關心川普，現在豪賭他要奪的就是核行動，但是現在恐怕會被全部殲滅掉。今天我們會來看到川普他的核行動恐怕會面對的7大難關，致命難關有哪一些呢？那麼美軍會不會重演當年的黑鷹計劃失敗了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這一場中東戰火延燒到現在，川普可以說是內外交迫，但是現在似乎正在醞釀一場是連美國軍方恐怕都做不到的任務。來自於華爾街最新的披露，川普現在正在考慮的就是一個極端的選項，他可能接下來要派出特種部隊了，要做什麼呢？深入伊朗的境內，強行奪取大約是達到450公斤的高濃縮鈾，這麼難度高的一個行動，我們來看到是需要長時間佔領跟撤離的一場地面戰，連美軍退役將領這一位是沃特爾也很不看好，他說這並非是能夠速戰速決的任務。為什麼說非常的致命呢？我們趕快來看到，對於美軍來說，要奪取這些核設施、核濃縮鈾，有7大的致命難關，一起來看。首先，第一關，你要進去的時候，總要有突破吧？你在空中的時候，就可能直接被打下來了。面對的就是伊朗的防空飛彈，還有它的無人機可能做攔截。會不會美軍在第一關就被打落全滅了呢？再來看到的是，接下來你要登陸的階段，但是你沒有建立好安全的落點啊，臨時搭建的這種落點也需要數天甚至數週才能建立好。接下來第3關，你必須要進入到安全落點之後，佔領當地的戰場。但是呢，你成功降落之後，特種部隊你也要確保這周邊是安全的吧，因為你一旦到了地面，你要面對的就是來自於伊朗的正規軍、伊朗革命衛隊還有民兵的全力反擊，在這個階段就可能造成美軍非常嚴重的傷亡。緊接着來看到，就算你真的登陸了，但是接下來你要面對的是他們的地形啊，裡面有許多的瓦礫跟陷阱的地域，濃縮鈾藏在這麼深的一個地底下跟廢墟當中，你要怎麼進行挖掘？還有你要怎麼進行排雷呢？再來就是說，好，你真的如果成功，可以進行到這個瓦礫堆裡面去夺取它的核設施，或者是它的一些濃縮鈾，但是這個階段是你要怎麼處理這些核能呢？風險就是它擁有這些核設施的放射性物質，一般的士兵是無法去執行的，需要科研人員在戰場上，對他們來說，這個生存難度也太高了吧。好，再來就是，如果你真的奪取了這些核設施，但是你根本就搬不走啊，因為達到了40到50個這一種特制的鋼瓶裝載着，還需要多輛的卡車，到底要怎麼樣搬走呢？最後，同時也是撤離階段了，同時是被視為最危險的時刻，整個部隊必須要再次的起飛。行動路線恐怕遭到伊朗給掌握，必須要避開來全面追擊，而起飛的階段就是最容易受到打擊而全部殲滅的階段了。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幹哥怎麼看了這個任務的難度到底有多高？美軍是否重演當年的黑鷹悲劇？對，這位美軍退役中將沃特爾講得非常好，他已經把7關會面臨的難題通通講得非常清楚了。但在歷史上面，我來舉這些例子，大家就會發現說，他講的的確不是危言聳聽。為什麼呢？好，我們先看哈，就是在1980年代，這我們提過，叫做鷹爪行動。在這次鷹爪行動是為了要救出66名在德黑蘭的伊朗人質，對不對？於是就派出了8架直升機要去把人質，因為他們都算好了。派出美國最大的 CH-53重型直升機要去救這些人質，66個人，再加上美軍的特種部隊，這樣算進去的話應該夠了。然後還有護航的戰機，結果你知道他們千算萬算就沒有算到一點，哪一點？沙塵暴。結果2架直升機在沙塵暴之中，你看不見我，我看不見你。當時還沒有 GPS 系統，1980年的時候，2架直升機撞在一起，造成8名美軍死亡。這個行動馬上去問
請問卡特總統這件事情怎麼辦？當時就馬上下令取消了。為什麼？因為這已經沒有辦法再達成任務。就算特種部隊能夠進到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解放出人質的話，也來不及用直升機再運到當時海外的2棲突擊艦上。大家要知道，在1980年，美國就已經具有2棲突擊能力的突擊艦，就現在我們常在提到的，就迪利波里號啊，或是全獅號像這樣的船，美國當時就有了。可是因為長距離奔襲，所以說今天沃特爾所提出來的這些問題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點，你必須要有絕對制空啊。然後你要選派的人，我們現在就要先點出來，不可能是特種部队，特種部队幹不了這個活兒。為什麼？因為這個就是要去奪取，你要去搬人家的濃縮鈾。大家要知道，那個濃縮鈾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麼一小顆，或者是像一個手提袋就可以拿得起來的。這些濃縮鈾都要放在特制的儲存槽啊，然後它移動的話要放在更特殊的鋼瓶裡面，它才能夠移動，這要非常小心的。所以你必須要有專業的核設施處理人員，不是特種部隊。那特種部隊他們沒有受過這樣子的訓練，所以說你必須要有懂的人。那些人坦白講，根本就算是科學家，而不是軍隊。就算他是特種部隊裡面特別挑選出來的精英，懂得怎麼樣防範啊，像這個銫137的外泄啊，大家知道。還有鈾原料啊，在那個輻射外泄，這個都是屬於專家級的士兵才能夠做得到的。那你有多少像這樣子的士兵？當你奪取了之後，你又怎麼樣可以安全的運出來？這都是非常非常專業的問題。然後我們從頭開始講，他一進到那個伊朗領空的話，伊朗不是委內瑞拉，他有他的空軍。我說一句實在話，他還是能夠跟你奮力一搏。你要取得絕對的空優，你才敢派這樣的部隊下去，對不對？那如果沒有的話，你隨時都可能遭遇擊落。你一旦擊落，損失的人員不用多，專家損失了5個人，整個計劃奪取濃縮鈾的計劃就泡湯了，就失敗了。為什麼？因為只有專家才能夠移得動那些東西，我們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然後你降落之後，就像我剛才講的，1980年代發生的那個事，伊朗根本還沒有找到美軍的位置，美軍就互撞，整個行動就失敗了。然後再到什麼？再到我現在要拿出來的黑鷹計劃，過了13年之後，所謂的黑鷹計劃 （Black Hawk Down） 其實不是 Black Hawk Down， 其實不是計劃，是根本黑鷹就是被擊落的。而且黑鷹被什麼東西擊落的？被索馬利亞的民兵用最原始的，什麼東西？火箭推進榴彈，還不是防空飛彈，那個火箭推進榴彈那個是打坦克的，他結果你知道，士兵躺在地上，對着天空一打，這個 Black Hawk 黑鷹飛過去之後，竟然中了，而且他每次都瞄得很準，都中這裡，中什麼？中尾旋翼，一中尾旋翼，整架飛機就報銷了。所以在黑鷹墜落事件裡面，總共有3架黑鷹墜落了。所以當初只是要把穆罕默德這個種族清洗的大軍閥給抓起來，把他的議員跟內政部長通通抓起來，送到國際法庭去審判。結果你知道，變成一敗塗地的行動。然後克林頓灰頭土臉。當時還有一位美軍飛行員，就是這個 MH-60的飛行員，然後他被俘虜之後回來，遭受非常不名譽的待遇。為什麼？因為他等於是投降了啊。那在戰地裡面投降的話，那是不能見容於國內的輿情的。所以整件事情對美國的這個輿論影響非常的大。所以你今天如果說有6架直升機或12架直升機進到了伊朗的領空或者領地裡面，你怎麼樣能夠安然退出來？最後，就算這些都成功了，你要搬上什麼飛機，它才能夠運得走？一定只有一種飛機，叫 C-17全球霸王運輸機。這種運輸機沒有足夠的跑道，你下不去的。所以你要有絕對的空優以及地上的優勢。我覺得可能川普大概異想天開啊，這個事情你如果說真的要做起來的話，那是世紀大行動，對伊朗這樣子有主權能力的國家而言，根本行不通。好，現在伊朗就是面對美國這個核行動
另外一場可能會進行的這個地面戰來勢洶洶，看來是硬碰硬了。因為伊朗他也最新放話了，接下來他說他要考慮退出核不擴散條約，意思就是會走向核武化嗎？我们现在看了一下伊朗手中大約呢，他這個走向完全核武化，距離這個目標到底有多遠？現在他手上有400公斤60%的濃縮鈾，200公斤20%的分裂材料，也就是說它可以快速提升到90%這種武器的等級，會不會在美國的硬逼之下，逼得伊朗現在乾脆全面擁核？那它最快可以多快造出核彈頭？上這個又怎麼看？是的，這次的中東戰爭哈，核彈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神秘跟曖昧的邊界。怎麼說呢？因為我們知道美國、以色列都有核彈哦，那伊朗到底有沒有核彈？其實這次最後就認為要打擊伊朗的核能力或核武器。所以，即使師出之名吧，或者以色列非常在意這一點，就是不要讓伊朗擁有，是開啟這場中東戰爭的最大關鍵了。好，話說這次如果後面打得不可開交，包括地面部隊或等等，美國會不會最終對伊朗丟一個小當量的核彈呢？或者以色列呢？現在以色列特拉維夫被炸到快要爛掉了，對，會不會呢？所以核彈這個邊界不只是它是一個這一次中東戰爭起始的問題，未來還是有可能會要面臨。當然，現在伊朗到底有沒有能力？特別是大家因為看到這次伊朗打美國打的真是下丟哈，所以會變成是說，萬一美軍失敗這個很難想象的命題的話，那伊朗如果真的能夠自主，包括現在荷姆斯海峽有好多的戰略的自主，非常的鮮明。他們會不會很快就要做核武？我相信會的哦。如果只要伊朗這次能夠喘息下來，因為在這次如果伊朗已經擁有核武，難道會打嗎？所以現在如果伊朗有任何的機會，再加上全世界都知道，雖然沒有錯啦，伊朗在被制裁禁運的過程，現在在外界包括聯合國方面原子能總署部分在掌握伊朗的所謂的這個核武的能力的時候，大家有一些統計，有一些地點，有一些材料的最後的歸納，比如說現在在伊朗方面，它的孔達部這個地方就是重水的生產區，重水是生產後面生產這個核裂變的這個布，另外一個這個很重要的地方。另外納坦茲都知道，它這個濃縮鈾裡面都在這裡，而且它裡面有1000多台離心機，繼續要把它的現在60%的這個濃度要繼續的提升，還有福爾多那邊也有燃料的濃縮廠。好。這是國外發現的，難道伊朗就只有這些嗎？對，其外界其實都不知道。當然，現在這個60%距離大家公認的這個所謂的U235作為軍事用途的90%還有段距離。但是伊朗真的只有報60%嗎？所以伊朗真的是不是神秘兮兮，而是外界當中能掌握的情報有限。就像這次一打仗，到底伊朗的導彈能力能夠做到什麼樣的地步？不是只能打2000公里嗎？就告訴你4000公里也沒有問題。好，所以作為導彈啊，我們現在看它的這個空氣力學跟整個彈道等等的，這個包括遙控的等等的，還有包括衛星的，這個很難呢，好像比核彈頭還要難，所以核彈頭很難嗎？不點都不難，而且伊朗它的所謂的裂變的材料全部都有了。好，剛剛思敏問最快什麼時候可以做？現在國際都公認它幾個月都做得出來，材料全部都充足了。現在只是有些忌憚，因為如果伊朗你真的有核武器了，這個東西被驗證的時候，大家真的打你了，甚至連中國、俄羅斯可能也都會忌憚你。對於伊朗的所有的國際戰略關係來說，所以伊朗這個曖昧不明。不是他曖昧不明，而是大家真的沒有真正掌握距離他真實的狀況，他能不能生產核彈。而這件事情不只是在先前打中東是因為中東戰爭打伊朗是這件事情，未來伊朗如果持續還是往核能力武器的方向，在這次美軍如果真的失敗的情況之下，這個中東的波動、以色列的不安還是會持續下去的。對，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伊朗在恐怕幾個月的時間就有能力可以做出武器級的這種核彈了。那麼，所以川普他堅持，他希望能夠打他的地面戰，但是呢，現在碰到的問題也蠻尷尬的，就是副總統范斯跟他是完全不同調的，還有他的盟友也跟他完全不同調。副總統范斯對外說呢，這個場戰爭啊即將要結束，而且是1年之內他不需要再出兵伊朗了，這是來自於副總統范斯的最新說法。另外就是盟友西班牙也出手了，宣布禁止美軍飞越領空去攻擊伊朗。這一場殘局到底要怎麼收拾？大師怎麼看？對，現在因為川普事實上等於說深陷泥淖，
那這些有關的可能去打哈爾克島啊，或者這個荷姆斯海峽附近的什麼幾個島嶼啊，還有就是就是說去把這個伊朗的濃縮鈾啊把它奪下啊，這些都是媒體在報道的。我想這都是川普可能他的軍事顧問提出了幾個可行的方案。如果要擴大的話，這幾個可能是比較好的切入點，可是都沒有說要全面啊。就是說從陸上進攻伊朗，完全沒有這個計劃。那如果不用這種全面進攻你占領大批土地，或者甚至把德黑蘭打下來只要伊朗不投降，伊朗不棄甲役兵不怎麼樣，高層不逃亡的話，這樣戰爭就會打下去。那所以這個現在就在比耐力了。不過川普的問題比較多，因為川普他可能就是說，他除了這個軍力上沒有辦法達到目的，那國內的意見越來越多。美國上個禮拜已經有900萬人上街頭了，對，都是針對川普的，對，這對他是很不利的。第二個就是說，這個能源危機的可能，全球性能源危機可能爆發，這爆發以後一定會造成美國的能源價格高漲，那會更加劇他內部對川普執政的不滿。所以現在看起來比較脆弱的應該是川普這一方。所以呢，我覺得川普可以收場的，第一個，他當時找范斯出來就已經有一點點想要收場的味道，因為范斯從頭到尾都不贊成這場戰爭，他是反戰，而前一陣他也公開對批評內塔尼亞胡，說你們那個時候認為斬首行動成功就可以帶動的這個伊朗的政權轉移，這是過度樂觀的期待。這個東西他有一點把這個推出去了那范斯又講說這個東西可以結束還1年之內不需要再動用兵力這都是一種可以找到台階下的一個說辭。所以現在還是看川普一念之間了。那我覺得就是說，川普應該是一個很識時務的人，他會塔口，而且他又面臨自己給自己的一次挑戰，就是4月6號。因為他那個延長10天到4月6號就要面臨了，所以他必須要做出決定。是，那4月6號再延長一次的話，那就可以看出來川普不想打，不想打的話，那伊朗又不配合的話，那川普就要發揮他自己的創造力思考，宣布勝利以後退出。好，謝謝大使。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